今天我们想聊聊控制欲。你觉得控制欲好吗？你认识控制欲强的人吗？我有个邻居阿姨，也是忘年朋友。有一次呢，我就去她家做客，临走的时候一定要请我吃青团。实际上我不太想吃，但是非常客气，一定要请我。那我就勉强说咱们吃个吧。但是呢，阿姨说一定要热一热才好吃。我说不要，我就喜欢吃冷的。但是没有用，你不管怎么说，阿姨义无反顾的拿着这个青团就去微波炉热。第一次热出来是温的，我就已经不是很想吃了。但是阿姨说这个还是不够热，又放到微波炉热，热到最后，你知道那个青团足够热之后，它就会不是原来的形状，它会变成一坨吗？我就真的吃不下去。于是我跟她说了一句可能她子女都不敢对她说的话，我说阿姨，你真的好照顾我，但是你只想给我你想给的，你不关心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相信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吧。很多人觉得我家里面这个孩子公司有项目，我不控制不就乱套了吗？难道我可以不管吗？但问题就是你过度干预，往往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那为了能够了解控制欲带来的影响，我们要讲一个1988年的故事。那年的夏天美国黄石公园发生了一起史无前例的特大森林火灾，近80万英亩的古老森林化为灰烬，千里之外的芝加哥都可以看到遮天蔽日的浓烟，花了几个月时间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靠着一场秋雪才把火给扑灭掉。你说这个事情跟控制欲有什么关系呢？关键来了，这个火灾平息之后，无数的生态学家调查组进驻黄石公园，就想知道这个火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最后的结论让人唏嘘不已原来毁掉这片森林的恰恰是人类的控制欲。在这场火灾之前的几十年当中美国林业局有一项要求叫做10点钟法则，就规定只要发现森林有一点火星，你必须要在第二天上午10点彻底扑灭，不允许森林当中有失控的火苗。这听起来非常科学但是森林原本的自然代谢机制就被打断了，这几十年下来，没有任何的小火星来清理地表森林，这个地面上堆积了厚厚达几米的枯枝落叶，这些原本可以在一些小火当中被消耗掉的一些枝叶，却在人类的控制下越攒越多，直到这1988年那年的夏天，一道闪电落下，点燃了这个人类自己制造的火药桶。我们今天的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病，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是10点钟父母、10点钟老板，甚至我们自己也是一个10点钟的伴侣。比方说这个伴侣呢没有秒回消息，我们叫追问；小孩子测试没有考好嘛，就要安排满各种补习。包括有些公司出了一些项目的小的问题，马上要出台各种规章制度，要想办法消灭所有的变数。你说难道可以不控制吗？发生火灾也不管吗？孩子考试考得这么差也不管吗？问题就是过度控制。过度控制一方面导致我们精疲力尽，一方面为我们的人生酝酿着一场滔天大火。其实我们人类对控制由来已久，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应该说是一直在尝试对抗失控。比方说我们修建堤坝是要对抗洪水，发明抗生素呢是要对抗细菌，包括制定法律也是要对抗社会的混乱。我们会有一种信念，就是控制的越多环境越安全。那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你在简单的事情上是可以用的，但问题就是你在一些复杂的系统，甚至更加复杂的一些人际关系当中，那就未必匹配。在1991年，美国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当中进行了一场控制实验，这个实验代号呢叫做生物圈2号。项目在当时就耗资2亿美元，他干嘛了呢？他造了一个很大的封闭的玻璃温室，科学家呢就尝试在里面完美复刻我们地球的生态系统，甚至精心计算当中的这些氧气、二氧化碳的循环比例，引入了3000多种动植物，甚至还人造了一片微缩海洋和热带雨林。你看，我控制了温度、湿度、土壤成分，甚至连害虫也给它排除掉，还有恶劣天气也没有了。那这个温室看起来是完全可控，很完美吧？但很快发生了一件怪事，这个圈里面种下的树呢，长的速度是很快，枝繁叶茂，但是长到一定的高度会莫名其妙的从中间折断，没有病虫害，也没有自然灾害，这到底怎么回事？那经过植物学家们的研究就发现原来这个生物圈2号当中，人类唯独忘记了一样东西，
就是风。在自然界中啊，风会不断地吹打摇晃这个树木，让这个树木的内部呢产生微小的撕裂。那为了能够对抗风啊，植物会分泌一种特殊的纤维，长出一种叫做阴密木的组织，就像是树干当中的这种骨架来支撑着大树的成长。但是这个生物圈2号里面它没有风，这个树呢它只能往上长高，没有长出可以支撑它整个重量的骨架，所以它长到一定的高度不就崩了吗？这是不是正像我们现代人的社会缩影呢？我们有的时候很好心啊，像科学家一样，为我们的下一代清理掉所有的障碍，铺好路，扫平障碍，过滤掉让他们感到痛苦的这些风。但是等到这些孩子们长到35岁，遇到真正的中年危机、人生风暴的时候就崩了呀，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挫折和失控的过程，他的内核不够强健。不仅在一个封闭环境当中如此，哪怕我们去尝试控制大自然当中某一个看起来不好要素的时候，也会导致崩塌。1906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来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凯巴布高原，他看到呢，这里生活着大约4000只美丽的落基山螺鹭。为了保护这些可爱的生灵啊，政府下指令把这个地方设为野生动物保护区，而且规定要消灭掉所有的天敌。那接下来就是猎人在高原上杀了几百只美洲狮啊，还有几千只郊狼和所有的狼啊，这个狮子也够倒霉的。那你看这个控制得很好啊，这个螺鹭看起来生活就很安全了，结果怎么样呢？没有了天敌，这个螺鹭啊真的是天堂般的生活啊！10几年时间，从4000只就增加到了10万只，整个凯巴布高原的草都不够吃，螺鹭们连植物的根都刨出来吃掉，高原都变成了光秃秃的荒漠。随后的2个冬天，因为没得吃啊，6万只螺鹭被活活饿死，剩下的螺鹭也非常虚弱，苟延残喘。我们人类啊，真是一片好心控制他们的天敌，最后反而让这种物种走向绝境，而且还让周围的环境倒退了几个世纪。这个黄石公园的火药桶、生物圈的椴树、凯巴布高原的饥饿的螺鹭，都在启发我们，在复杂系统当中，一旦被强行的去掉一些不确定性的时候，就我们一定要去干预和控制，反而会让这个系统走向毁灭。因为在大自然当中啊，它的运转是由无数个变量之间相互制约、影响、对抗形成的。你看似混乱，那这种失控恰恰是维持大自然活力的唯一的方式。那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有时候觉得，大自然我也管不了，但是我可以管管我自己的身体吧，我可以控制它。比方你看看有没有过下面这些场景的控制：控制睡眠。我明天有个大项目，我今天晚上必须在11点钟之前要睡着。控制遗忘，我不要再想那个伤害过我的前任了，我要立刻忘掉他。控制心态，我马上要上台演讲了，我的动作眼神一定要到位啊，我绝对不能结巴。有用吗？你应该有体验。那为了能够了解这背后的机制呢，我们先看一份认知心理学领域的档案。1987年呀，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韦克纳做了一个著名实验。这个实验很简单，他把受试者就关在一个房间内，给他们下达指令，说呢，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你可以想任何事情，但是绝对不要去想一头白熊。如果受试者的脑海当中不小心冒出了白熊的影子，你就必须按一下桌上的电铃。控制不去想容易吗？这个接下来的5分钟，房间内的电铃声啊是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受试者们崩溃地发现，你越是努力的不去想，白熊出现的频率就越高。哪怕他们去尝试想一些什么红色的苹果、蓝色的天空，那这头白熊也会在苹果树旁边或者在天空上飞过。韦格纳把这种现象命名为讽刺性反弹效应。他就发现呢，当你试图控制自己的念头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同时运行2套程序。第一套程序呢叫执行者，他负责把白熊给赶走；第二套呢叫监控者，他负责在后台不断的巡逻检查，你到底有没有在想这个白熊？这个监控者呢，他每检查一次，就相当于把白熊在你脑海当中又重新刻画一遍。所以你越是努力压制，这个监控系统就越警觉，最后你的潜意识里头全是白熊。这也是为什么当你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再焦虑了，我绝对不能再崩溃的时候，你往往会更加焦虑。
因为控制本身就是在给你的焦虑提供燃料。那念头控制不住，那我们的身体动作是不是可以控制呢？这就引出了芝加哥大学的一项脑神经科学研究。这个认知科学家叫西安·贝洛克呢，一直对一个现象很着迷：为什么那些顶级的职业高尔夫球手或者一些身经百战的演说家，在关键时刻会掉链子？贝洛克呢，就把这些顶级高手呢，请进了核磁共振扫描仪，去观察他们在重压之下试图控制的时候，大脑会发生什么。这个扫描图谱啊，就揭示了天机。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或者专业人士来说，这些高难度的动作早就被写进了潜意识当中啊，它变成了一种自动化的本能。就像你每天骑自行车，你不用去想啊，你就能骑得稳。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人类的控制欲发作了，大脑当中负责理性思考和意志控制的指挥官就是前额叶皮层，它要开始强行越权了。这个前额叶皮层对着身体说：“你看这一杆太重要了啊！关系到几百万的奖金，绝对不能失控。来，我要接管你的手腕肌肉，我要控制你的呼吸。”那这就是很灾难，因为前额叶皮层的强行介入，打断了我们身体本来非常丝滑的自动化流程。就好比一家公司的董事长非要跑到车间流水线上，手把手的教一个有20年经验的钳工怎么样拧螺丝，这个老钳工瞬间就不会干活了。所以你越是用力去控制，这个动作就会变形。这就印证了我们中国古人常说的那句话，叫太上忘境。就真正的顶级表现啊，靠的是彻底的放松，让我们的身心回到一种无我的自动化状态。你看啊，控制念头会带来焦虑，控制动作会带来失误，那么控制睡眠呢？2017年，美国临床睡眠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联合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就揭示了一种全新的心理疾病，叫完美睡眠症。这可能是我们这个追求绝对掌控的时代最荒诞的一个病症。因为啊，随着智能手表和各种睡眠监测 App 的普及啊，大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量化自己身体的仪表盘啊。很多人早上一起来就检查，我手表上的这些睡眠得分，我深睡了多久啊，浅睡了多久啊，心率变异率是多少呀？甚至为了能够拿到这个 app 上的满分，开始控制睡眠计划。我要控制卧室的温度啊，控制床垫呀，控制睡前的光线呀，甚至我要控制一定要在10点半之前闭眼。这个结果很讽刺，这一批对睡眠最上心的人严重失眠。睡眠专家在报告中指出睡眠实际上是一种由副交感神经系统主导的过程，你需要放下所有的这种防备，把对身体的控制权交还给本能。可是当你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我必须赶紧睡着不然我明天的深睡数据就不好看了，那你的这种控制欲就会激活你的交感神经。交感神经是人类在原始社会当中遇到危险的时候用来战斗或者逃跑的系统，它会让我们的心率加快，让你的警觉性拉满。所以你在床上闭着眼睛，但你的身体却以为你正在被老虎追着跑。那想去控制我们的身体本能，从某种意义上是对造物主的僭越。所以当我们试图把睡眠、情绪甚至灵感都控制起来，那我们的精神内耗就无法停止。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你根本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爱。你对自己的控制越强，就证明你对自己越苛刻，越缺乏慈悲。所以你觉得累，是因为你在这具肉身当中又当着奴隶主去控制这个肉体，又本身就是一个疲于奔命的奴隶。那当我们看清了试图控制自己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噬之后，我们再来去看看控制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密关系亲子关系，是我们人类控制欲泛滥的重灾区。我们总是会觉得只要我的手段足够强硬，或者我付出的爱足够多，对方就会按照我设定的想法去做。但是社会学和心理学告诉我们，在任何关系当中，单向的过度干预最终一定会激发起对方潜意识当中的破坏欲。你越是试图去控制一个人，你其实就是在逼迫他反制你。我们先来看一个经济学和社会行为学上的案例。19世纪末，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英国德里饱受眼镜蛇泛滥的困扰。这种冷血动物经常潜入居民的院落，甚至英国官员的卧室，造成当地人极大的恐慌。那为了彻底控制局面，
傲慢的英国殖民政府出台了一项看起来很完美的政策，叫悬赏抓蛇。那政府就颁布法令，任何人只要上交一条死眼镜蛇，就可以在政务厅换取一笔丰厚的奖金。英国人的算盘打得很精明啊，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利用本地人的劳动力呢去清理毒蛇，这非常高效。那刚开始呢，这个政策非常奏效啊，成千上万只眼镜蛇就被送了进来，这个野生眼镜蛇的数量呢，肉眼可见的减少了。英国官员们这个心中很得意啊，以为自己很好的控制了这场生态危机，但是呢，他们低估了人性的复杂。随着这野生眼镜蛇越来越难抓，印度当地的穷人就发现一个商机啊，这个死蛇可以换钱，野生蛇我又抓不到了，那为什么我不自己养呢？于是，在德里的贫民窟和隐蔽的地下室内，悄然兴起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产业——眼镜蛇养殖业。这个人们就像养鸡养鸭一样，大规模的繁殖眼镜蛇，然后定期的杀掉一批，拿去到英国政府那里领赏金。这种魔幻的现象运转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这个英国政府觉得不对劲啊，为什么野生蛇明明都快绝迹了，每天来领赏的这些死蛇数量还在屡创新高？勃然大怒的殖民政府立刻下令彻底取消悬赏策略啊，1分钱都不给了。这个真正的灾难就来了呀！因为对养殖户来说，你地下室养了那么多眼镜蛇没有价值了，你养着它们还要花钱。那为了止损，这些印度人呢就选择把这些成千上万人工繁育的眼镜蛇放生到德里的大街小巷。德里的蛇灾比起政府干预之前严重了10倍不止。这个德国经济学家霍斯特希伯特呢，后来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叫眼镜蛇效应。他就揭示啊，当我们尝试用强制的规则或者利益去控制他人行为的时候，别人不会乖乖就范的，而是会变异出一种专门用来对抗游戏规则的这种对抗机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种眼镜蛇效应每天都在家庭和公司当中上演。你看，做父母的，我就是要控制孩子不玩手机，你会装什么监控软件，甚至没收设备，结果呢，孩子不会把精力就马上放到学习上啊，他们会学会高超的反侦查技术，学会撒谎，学会半夜躲在被窝里打游戏啊，甚至会学会到外面结交那些能提供手机的不良少年。做老板的也要控制啊，生怕员工们会摸鱼，安装打卡软件、电脑屏幕软件，甚至在工位上也会给你装监控。最夸张的还会规定上厕所的时间。结果呢，这个员工确实也不迟到了，但是他们会在工位上带薪发呆啊，组建没有老板的群，专门用来发泄怨气、消极怠工。所有的过度干预都在制造敌人，因为控制的姿态本身就是对他人边界的入侵。那这种对控制的天然反感是刻在我们人类基因当中的。那为了能够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份1976年的经典的心理学档案。那年呢，心理学家彭内贝克和桑德斯在美国一所大学的洗手间当中进行了一场非常有趣的涂鸦实验。在大学洗手间的墙壁上面，经常被学生们乱涂乱画。那2位心理学家决定测试一下不同强度的控制手段会带来什么结果。他们在洗手间当中贴了2种不同措辞的标语。第一种标语呢叫高高在上，措辞严厉，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准在墙上涂鸦。那第2种标语呢，语气温和而退让，请大家尽量不要在墙上写字了。几天之后，研究人员去统计墙上的涂鸦数量，那个贴着绝对不准严厉标语的洗手间当中墙上的涂鸦是密密麻麻，多得惊人，甚至有一些涂鸦呢就故意写在你标语的正上方，我就是挑衅你。而那个贴着温和标语的洗手间虽然也有涂鸦，但数量远远少于前者。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逆反理论，就是当一个人感觉到我自己的自由意志被剥夺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为了消除不适，会本能的去做那个被禁止的行为。他去涂鸦或者去顶撞你，往往不是因为他多想去干那件事情，而是他要通过来反抗，重新夺回我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人的自主的权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亲密关系当中，越是缺乏安全感、喜欢查手机追问行踪、制定规矩的人，最后越容易遭遇背叛。因为你把对方逼到了一个境地，就是他必须要
背叛、反抗控制来证明我自己还活着。如果说上述2种情况被控制的人还能奋起反抗，那么当这种控制欲发生在华人最看重的亲子关系，当父母用爱的名义去控制孩子的时候，悲剧将不断上演。2021年，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儿童发展》发表了一项长跨度纵向研究。这项研究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艾米丽勒布团队完成，他们追踪了184名孩子，从他们13岁一直追踪到了32岁，跨越了19年的时间。研究团队关注的核心变量呢，是一种隐蔽的控制方式，就是心理控制。什么是心理控制呢？这就是我们华人家庭当中最常见的那套人情世故。父母未必需要体罚，而是可以用内疚感、冷暴力、道德绑架来逼迫孩子顺从。我为了你起早贪黑，你考这点分数对得起我吗？你如果非要报那个专业，以后你不要叫我妈，我全当没有生过你。我都是为了你好，你不听我的，迟早你是吃亏的。这就叫做杀人不见血。父母试图通过切断孩子的独立判断，那19年之后的数据回访展示了这种情感控制的结果。当年在13岁的时候被父母高度心理控制的孩子，到了32岁的年纪呈现出了大面积的崩溃。首先，他们很难维持一段长久健康的亲密关系，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亲密关系就等于被控制、被吞噬。他们要么就变成了极度讨好伴侣的卑微者，要么就变成了遇到矛盾就彻底逃避的回避型依恋。其次，数据证明这群人的受教育水平显著低于那些没有遭遇心理控制的同龄人。最可怕的是，研究证实，被长期心理控制的孩子大脑的神经回路发生了改变，他们丧失了自我确认的能力，因为从小只要一有自己的想法，就会被父母用我不爱你了来威胁。那久而久之，他们大脑当中负责独立决策的区域会萎缩。长到32岁，他们拥有成年人的肉身，但里面仍然住着一个找不到依靠、充满恐惧的婴儿。以爱为名的控制，本质上不是爱，而是一种深深的恐惧。控制者太害怕失控，太害怕孤独，太害怕对方离开自己，所以他们不惜用绞杀对方生命力的方式来换取自己可怜的安全感。他们潜意识当中的真实台词是：你绝对不能比我强大，你绝对不能离开我的视线，你必须永远依赖我。他们成功地制造了一个离不开自己的傀儡，但同时也毁掉了一个本该在天地间自由生长的灵魂。从英国殖民地的悬赏法令，到洗手间当中的严厉标语，再到跨越19年的家庭追踪档案，外在世界的规律再次印证了那个天机：一切试图逆天而行的控制，一定会迎来宇宙的清算。那么既然向外抓取、强行控制是一条死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让人焦虑的高压时代当中，我们作为普通人该如何安放自己这颗心呢？难道只能双手一摊，彻底摆烂吗？不，东方古老的智慧和现代临床心理学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套真正的高级解药。真正的放下控制不是消极，而是一种轻松但威力无穷的降维打击。我们先来看一份现代临床心理学领域的自救指南。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海斯创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流派，叫做接纳承诺疗法，就是 ACT。那海斯在面对那些深陷焦虑、抑郁，甚至有一些强迫性控制欲的患者时候呢，常常用一种隐喻叫做流沙法则。什么意思呢？想象一下，你一个人走进沙漠当中，一不小心踩进了流沙。这个人类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脑可能会疯狂发出控制指令，就赶紧跑，你一定要把大腿给拔出来。于是呢，你开始拼命的挣扎，用力去蹬踹这些沙子。但是流沙它是一种非流顿流体，就是你越是快速挣扎流沙的阻力反而会越大，沉没的越快。在流沙当中，唯一的自救方式是反直觉的，就是你要停止挣扎，放弃把腿拔出来的妄念，你需要把身体往后仰，彻底就躺平在流沙上，把双臂和双腿尽力的展开。
当你放弃了控制，把身体完全摊平，那你和流沙的这个接触面积就达到了最大。那这个时候，大自然的另外一种力量会接管你的身体，这就是浮力。就只要你不乱动，浮力自然会把你托举在表面。等到你完全稳定之后，你再靠着慢慢的翻滚，一点一点的挪出这片流沙。海斯告诉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失业的恐慌、伴侣的背叛、孩子的叛逆，甚至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抑郁的情绪，都是流沙。你越是想去掐断这些痛苦，比方说你疯狂的去查伴侣的手机啊，给孩子报10个8个这种补习班，尝试去控制他，那你就相当于在那个流沙当中疯狂去揣灯。但是大自然不相信眼泪，也不管你什么动机有多高尚啊，都是为了你好。它只遵循一种规律，就是你越用力干预，你就会陷得越深。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的无力，停止向外无意义的抓取，接纳此刻的失控，大自然的浮力才会慢慢显现，把我们托举起来。如果你觉得这个西方的心理疗法还不够透彻，我们不妨回到2000年前的中国。2000多年前的庄子啊，留下了一个终极的方案。在庄子达生篇中啊，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鲁国呢有一位厉害的木匠，名叫子庆。他用木头雕刻出来的祭祀乐器啊，精美绝伦，就像是鬼神亲手雕刻出来的一样。鲁侯非常震惊啊，就把子庆叫来说：“你到底有什么秘诀？你用了什么法术吗？”子庆就回答说：“我就是一个做苦力的木匠，我哪有什么法术？但只有一条，我在准备雕刻之前，我不敢消耗一点点的精神，我必须要去斋戒。”那子庆接下来的这段话呢，令人震撼。他说呀：“我斋戒3天的时候，就已经忘记了庆赏爵禄，就是我心里不会去想，我做出来之后大家会赏我多少钱，给我多少官，我就放下了对利益的控制。我斋戒5天的时候，就已经忘记了毁誉巧拙，就是我再也不关心别人怎么去评价我，说我雕得好雕得坏，我放下了对名声的控制。当我斋戒到了第7天，最关键的一步就来了。子庆说啊，我已经忘记了我还有4肢，忘记了我的形体，连我的这个概念都丢掉了。那这个时候，没有朝廷，没有国君，没有恐惧和焦虑。到这一刻，我才带上一把斧头走进深山老林，看到那些大树，我看到一棵树，它长的样子就正好是那个乐器所需要的样子。我只是顺着它原本的样子，把多余的木头砍掉而已。这就叫以天合天，用我毫无杂念的天性去契合木头原本的天性。那木匠顺应木头的天性，传世之作就诞生了。那我们今天的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因为我们不仅想做那个木匠，还强行想把一棵松树捏成柳树的样子，那心里面还想着奖金，竖着耳朵还听着别人的讨论。我们背着整座大山在雕花呀，而真正的顶级高手都是在做减法。我放弃对伴侣完美人设的期待，我就看看它原本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它原本是什么样的树，就让它结什么样的果。我放弃对孩子一定要上名校的执念，就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料，给他提供什么样的土壤，把精力收回到当下。如果你觉得上述的境界还是有些遥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提供一个具体可执行的微行动。在接下来的1个星期内啊，你给自己安排一个2个小时的盲盒时刻。在这个时间段内啊，不设任何目的，不带导航软件，不规划路线，你就随便坐上一辆不知道开往什么地方的公交车，或者去一个你之前从来没有去过的巷子。如果在路上遇到下雨啊，也不用抱怨，你就找一个地方看看雨。如果走到了死胡同，也不用懊恼，你可以去看看死胡同当中的这些墙角的青苔。就不要去评价控制，而是单纯去体验，用这样一种微小的练习去重新塑造我们大脑当中那种可以容忍不确定性的神经的链路，去告诉那个深藏在潜意识当中缺乏安全感的内在小孩，你告诉他，你看，哪怕我们放弃了控制，我们也不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天也没有塌呀，我们仍然很安全，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原本错过的风景。当你在生活当中慢慢找回了这份松弛感，你会发现你曾经想要抓住的人和事，反而会以一种非常自然健康的方式留在你身边。因为失控原本就是宇宙的规律，
而顺应失控才是生命真正的自由。这里是牧羊奇谈，如果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受到了一丝丝的轻松和卸下重担的释然，欢迎你点赞订阅并分享给你身边那个总是绷得很紧活得很累的朋友。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别人递过来的一根绳子，我们只需要有人告诉我们，这片流沙其实是有浮力的。感谢你的陪伴，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